我是 C 姐。那我们这次呢来到了广州，帮一个家居博主小娜设计她的新家。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呢，她从原本100多平的大房子呢搬到现在这个75平方的小两房。所以我们首要帮她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把原来大房子的东西通通塞入到现在的小房子里。另外，她还希望在设计风格上独特个性一点。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吧。看这复古优雅的线条，浅棕色和宝蓝色的碰撞，高级又硬朗，英气又不失妩媚的气质。低调的深浅灰色，再配上精致的奢华，这不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款吗？丝绒的亮泽和皮质的粗犷，都不时透露着温柔的灵气和精致的霸气。小娜有一些高颜值的家电，所以呢，她既需要收纳，又想把它们展示出来，方便自己平时，比如说冲泡咖啡呀、榨果汁呀，或者是煮豆浆。但是如果把这些都放在厨房呢，就没有那么容易方便拿取，所以我们想要帮她在客餐厅实现一个水吧的功能。那我们是不是就得在餐桌这一边加一个餐边柜？可是这样的话就会挡住去厨房的动线了。但是如果放在另一边呢，又挡住卧室的通道了。是哦，而且小娜还想要在客厅挤出来更多的收纳空间来安排她的鞋柜和电视柜。可是21平的小客厅放下这些呢，会让整个空间过于的逼仄，让原本就很小的房子看起来更小、更挤、更乱了。那这一次呢，我就想到了用定制柜来解决空间拥挤杂乱的问题。噔噔，大家猜猜我在哪儿？师傅正在安装定制柜，今天我就不动手啦，保留实力。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吧。哇，是工作的声音哎，瞧瞧。哇，正在安装。师傅们好，你好。哇，师傅好年轻哦，看上去。怎么称呼您呢？傅师傅，老傅，小傅，你在安装什么呀？我在安装电视柜跟餐边柜。餐边柜哦，就是一种面。对。这个安装多久呀？我安装到晚上6、7点。6、7点。对，明天还要接着安装下一项。哇，那么忙吗？对，天天都很忙的，忙得不行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定制柜，高端大气嘛。哦，我看就比我家那个成品柜要实用。我家那个成品柜子呢，上面都是没到顶的嘛，整天落灰，很难清洁。对，所以这种买我们定制柜就没有这种烦恼了。我们定制柜啊，就是全部到顶的，然后后面就都是贴墙的，它就不会有落灰，然后经常清理麻烦那种烦恼。好厉害哦！原来安装小哥都会做销售。接下来我们就等着看结果吧，好期待！那经过师傅几天的安装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定制柜已经全部都安装完成啦。对于小户型来说呢，一体多功能化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一个房间去实现多功能，又或者是家电的多功能化，又省空间又省事儿。这次为了在这个75平的小房子里去实现收纳的多功能化，我就利用这一整面墙打造了一个立体集成柜，把电视柜、餐边柜还有鞋柜通通都并到一起，达到了一个无缝连接。而且呢，我们还实现了一个就近收纳，把玄关、餐厅还有客厅附近的杂物，甚至是电视都收了进来。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如果只放一个传统电视柜，可以有多少的收纳量？那我们现在放的定制柜呢，又有多少的收纳量？那在造型上呢，我们做了这种悬空的造型，主要是因为房子很小，如果做这样一整面的顶天立地呢，就会显得非常的堵和拥挤。所以呢，这种悬空的造型呢，可以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的轻盈。在下面镂空的部分呢，可以灵活的放置和使用扫地机器人。鞋柜下方的镂空格，我们回到家就可以把鞋子脱下，直接放进去，不会造成满地鞋子的问题。
为了营造温馨的氛围呢，我们还特地在下面增加了一组灯带，特别是夜晚的时候很有 feel 哦。定制柜整体是简洁利落的色块，以优雅的白色作为主色，利用这样的浅色系拉大空间的视觉效果。在柜门上用到的是封闭无拉手的柜门，看起来特别的简洁，也不会显得很乱。镂空的灰色开放格可以放少量的装饰品，提升整个空间的品味。整一面柜子呢，为了展现有藏有漏的和谐，采用了28原则，减少进入视线的信息，用封闭简洁的柜门隐藏80%的杂乱，展现出20%的美。那么露出来的这个黑色格子区域呢，是一个多功能的展示柜，从视觉上可以用来区分电视柜和鞋柜。开放格的部分可以放水壶、咖啡机这些常用的小家电，也就是一个小的餐边柜。下面还有储物的功能，整体可以当做一个颜值超高的小水吧来使用。开放格的上下呢，我们是使用到了这种黑玻璃框门，可以作为小朋友手办还有小娜收藏的餐具的一个展示。那展示柜过来呢，就是鞋柜的区域。因为原本这边有一个可视对讲机，因为不方便挪动位置，所以索性将这边做了一个开放格。那这个镂空的台面呢，平时可以放一些摆件啊，或者是这样的收纳盘来存放钥匙或者一些随手的小物。那像这样上下的柜体呢，是足够收纳40多双鞋子的。那为了方便屋主整理仪容呢，我们在这边还安排了一个全身镜，这样呢就保证了一个玄关的完整性啦。小娜喜欢复古的风格，可是通常如果要营造复古的环境呢，需要刷整面非常深的颜色的涂料。因为客厅本来空间就不大，如果一整面墙呢都是深色的，就会容易造成空间的压抑感。那我们如果不刷整面，只刷半墙呢，看起来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撞色，不能体现出复古风的格调。所以我们在半墙的基础上加了个造型简约的石膏线，来增强复古感。在单品上呢，我们用到了很多细线条的设计，比如说像这些灯具呀、椅子呀。像这样细腿的家具摆放在窄小的客厅中，会让整个客厅变得更加的轻盈。那客厅的主角呢，就是这款一字形的牛皮沙发，它使用的是进口头层油蜡皮，这种手工缝线的处理方式呢，凸显了它的复古工业感。经典的浅棕色跟我们背景墙的深蓝色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撞色，就好像海平面出现的一袭暖霞，让冷硬的空间瞬间就温柔了起来。客厅吊灯我们选择了清透的玻璃材质，主色调精致的金色和低调的灰色再次呼应整体的风格，加上极简的线条，提升了整个客厅的气质。因为整个空间我们希望营造的是一种清爽简洁的氛围，所以在客厅落地灯的选择上呢，这个线条干练、简约但不简单的款式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现在很多轻奢风格的落地灯都会使用纯金属底座和灯杆，一旦金色处理的不好，就容易显得廉价。而这款落地灯底座是一个造型非常小巧的大理石材质，石材与金属的碰撞让这个单品更加的有质感。小巧的身材不占地方，特别适合用在小空间中。因为餐边柜的功能呢，被我们统一到了立体集成柜中，所以整个餐厅区其实让出了非常大的位置。我在这边呢定制了一个直径1.1米的圆形餐桌，平时如果是2人就餐呢，就可以贴墙放；当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移出来，是足够4到6个人就餐的。这款餐桌呢，它的造型非常的特别。首先桌面呢，我们是使用了开放漆，保留了原有白蜡木非常漂亮的一个木纹。那在桌角呢，是使用这种手工雕刻的罗马柱的形式，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在餐椅的选择上呢，也是选择了这种细脚和细腰的造型。我给大家坐下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椅背是非常有弹性的，所以坐起来非常的舒服。
那为了不影响一进门就看到客厅的这个问题呢，我还定制了一个非常好看的铁艺隔断。这个隔断使用的是这种长虹玻璃的造型，而且它可以360度旋转。大家可以看到，长虹玻璃其实它是平衡了这种私密性和采光性的一个特点，不太清晰的，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有光影透入。另外，因为它可以360度旋转，当我们需要比较私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平面的一个屏风，这样就看不到了。但是需要采光或者是透风的时候呢，可以把它转过来，就不影响了。复杂的线条从客厅延伸到了卧室，让两个空间有了更多的关联性。那主卧的衣柜呢，我们做的是这种顶天立地的造型，足够容纳小娜的衣服。根据小娜的生活习惯，衣柜的挂叠比例呢是挂衣区占80%，叠衣区占20%。长衣区的内空高度是2009毫米，叠衣区高度设计的是310毫米。300到370毫米这个高度呢，是最适合用来叠放衣服的。衣柜的面板选择的是这种简欧的造型，简约又不失质感。面板呢，我们选择的是这种白色光面的质感，具有一定的视觉舒压效果，特别适合卧室这样的空间。主卧原本呢是有一个飘窗台的，那小娜呢希望在主卧能够有一个独立的梳妆台，可是因为房间不大，放了床之后其实就已经没有放梳妆台的位置了。在跟物业沟通之后呢，我们发现原来飘窗台是可以被拆掉的，索性呢就将飘窗台拆掉，变成了现在的梳妆区。现在的房子那么贵，相当于多赚了好几万哦。但是在我们实际的改造案例中呢，有很多飘窗台是不可拆或者是不想拆的情况。那想要知道我们是如何进行空间布局的呢？记得关注我们后面的栏目哟。主卧的颜色呢，也是呼应了整体的风格，但是因为卧室是一个睡眠的空间，我们希望营造一种更为舒适、更为安眠的环境，所以在墙面上选用了这种明度较暗的浅蓝色，可以让整个空间更为的舒服。包括像主卧的床、梳妆台还有窗帘呢，我们用的是这种浅灰色。而在饰品，比如说像床品啊，还有这样的墙面挂饰呢，则是使用了深浅不一的蓝色。主卧的吊灯呢，是以方形的雪花玻璃组成的圆弧形灯，雪花的柔美和方形的硬气，刚与柔的碰撞，透露着独立女性的魅力。主卧背景墙呢，我挑选了一个造型和质感都非常特别的装饰画。说它是装饰画呢，不太准确，因为实际上它没有任何的图案，而是我们风格主色调白与蓝的再一次呼应。那为什么没有选择常规的装饰画呢？因为这个房间的空调刚好在床背景墙的上方，如果我们继续选择这种常规四方形的装饰画呢，就会让墙面显得有一些割裂，而这个不规则的造型呢，则非常好的化解了这个问题。同时，这个装饰画白色部分呢是用硼砂模拟石材的肌理，蓝色小圆呢则是用皮纹呈现冷硬的质感，刚好符合我们的设计主题想要表达的这种碰撞感。男孩房的空间不大，所以我们主要通过软装产品的色调搭配来营造风格。蓝、白、灰3个颜色奠定我们的主色调，所有的家具呢也都使用了这几种颜色。而在窗帘的处理上呢，也非常的特别，用这3种颜色的生态麻做了这种横拼的效果，非常的出彩。次卧的门板也是白色光面质感的，跟主卧有一个风格上的延续。考虑到小朋友平时都是穿校服，自己的衣物比较少，所以没有做一整面墙的衣柜。书桌采用的是插入设计，台面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增加。上方呢，开放格可以放平时常用的书籍，下面的空间可以放置书包和工具。书桌下面呢是抽屉，方便收纳学习用品。因为小娜很喜欢园艺，喜欢在阳台捣鼓她的花花草草，所以希望我们给她打造一个实用又美观的阳台。那在没有包阳台的情况下呢，我们用到的是户外木，整面的灰色面板，非常的有质感。这边这个区域呢，就可以摆放小娜的绿植啦。
在无数次的方案沟通里，我们感觉小娜这个家居博主真的很热爱生活，精致细腻。她希望有一个可以种花草的阳台，享受日光浴；希望给孩子一个独立学习和玩耍的成长空间；希望家不仅仅只是一个设计躯壳，而是一个生活的舒适空间。当初在客厅设计的时候呢，我们提供了2套方案，小娜没有选择那个温柔和气的方案，而是选择了现在这个较为硬朗的风格。深蓝色的冷静、沉稳、深邃，把小女生的柔弱锁在岁月的风盒里，将妈妈的坚毅装进家这个温暖珍贵的大宝箱中。